谁做的棺材？他回去的时候眼睛瞎了吗？气孔都被堵上了，差点憋死我！我差点就真成了尸体了。刚刚在棺材里空气不足，大皇子拼命的拍打棺材板的时候，都绝望的差点哭了。幸好殿下那真龙天子得上天庇佑。殿下，苏少爷还在里面，还不赶紧把人弄出来，快点！苏少爷是不是真的死了？苏阳，苏阳躺在棺材里一动不动。大皇子愤怒的犹如一头狮子，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长得好看又合拍的人，这莫名其妙的死了。是既要装尸体进京，不是让你们真的把我们变成尸体。殿下息怒，这里息怒？你让本王息怒？搞出人命了，你让本王怎么息怒？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苏运的儿子，他死了，你觉得苏运还会配合我们吗？恰好苏运被引着进来，进门就看到院里2口棺椁，这棺材怎么长得这么眼熟？和他下葬老夫人的棺椁长得差不多呀！心头狐疑还未闪过，就听大皇子一声咆哮：殿下，您刚刚说养儿？话音未落，忽然一只手从棺椁里唰地伸出来。不要吃我呀！苏阳揉着太阳穴，一脸懵的从棺材里坐了起来。到了，不要抓我，我不是故意要憋死你的，我也不知道棺材的气口被堵了呀。苏阳茫然地看着四下惊恐原地惊叫的小厮，他们怎么了？你没死？大皇子失忆了？我们不是假装殉情死掉吗？那你刚才怎么躺在里面一动不动？有吗？哦，对了，我躺下去的时候脚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然后我就腿脚发麻，再然后就浑浑噩噩，估计是刚刚睡着了吧。真的里面有针啊，苏少爷应该就是被这个扎了。回去之后把棺材铺的人都给我抓了。这么多天在外面，总算是回来了。父亲，我想母亲了。等得空了，去给你母亲上炷香。苏阳被苏运拉着手，回来就好，有爹在呢。父亲，我这个样子进去也不太好，你们谈事情，我在外面坐会儿。大皇子殿下若是问起，您就说我是想念母亲了。苏运没多想，点了下头，转头要进屋。苏阳忽然一眼看到苏运腰间挂着的玉佩。父亲，怎么了？父亲，这个玉佩从哪儿得来的？苏运低头去看，今儿出门前芸娘给他系上的。怎么了？怎么还不进来？没事，一会儿出来再说，您快进去吧。脑子里乱糟糟一团。那块玉佩是他的，他送给一个姑娘的，那个姑娘叫芸娘。他这辈子到目前为止就爱慕过那一个姑娘，温柔恬静，永远给人暖洋洋的感觉。屋里，苏大人，本王的话你可记住了？殿下吩咐，下官记住了。不知殿下要何时见杜之若？殿下可能不知，就在昨天，京都发生了点事情。杜之若此时怕是下不了床榻呀。你只管去转的，要不要见他自己来决定。你现在就去，本王就在这里等。那下官这就去。明渊金骨上的鼓槌被人偷了。明渊金骨的鼓槌丢了，你一个宫门口的守卫就只是嗯了一声。你作为宫门口的侍卫，鼓槌丢了这样的大事儿，你难道不知道去向陛下回禀吗？不，带去找一根鼓槌。不。对面一个侍卫都看不下去了，忍不住朝苏运道：苏大人，那个鼓槌是福公公解下去的，不是丢了的。苏运愕然转头看向那个年纪较长一点的侍卫，侍卫就道：上次府上老夫人半夜鸣鼓，为的又是荒唐的理由，扰了陛下安眠。这次陛下要祈福，福公公唯恐再有人效仿府上老夫人，便提前收了鼓槌，明儿一早就放出来了。能去和陛下回禀通传一声吗？我有要事啊。苏大人还是回去吧，今儿晚上陛下谁也不见。见福公公也行啊。福公公不得空。见皇后娘娘也行，最不济见惠妃娘娘也可以啊。侍卫用一种看变态的目光看向他。大晚上的，深更半夜的，您一个外臣见皇后娘娘和惠妃娘娘，您觉得属下能去回禀吗？而且宫门要落实了。这是天要绝了他通风报信戴罪立功之路吗？苏运绝望地坐回马车，马车辘辘直奔行馆。他进去的时候，杜之若正立在院子里的花架下。杜尚书。杜之若转头朝苏运看过来，一眼看到杜之若的正面，苏运差点吓得跪在地上。我去，这是个人吗？怎么有长得这么乌青的人？整张脸都是浮肿的，乌青的，两只眼眼皮高肿，嘴巴处嘴皮高肿，像是
一只乌青色的蛙。苏韵抽着眼角朝杜之若道：杜尚书这么晚还未歇着呀？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吓人呢？杜尚书真会开玩笑啊！杜之若从一旁的石桌上拿起一幅画。杜尚书，我原本长这个样子，现在这张脸全拜你们大夏朝的百姓所赐。你以为我天生就是肤色乌青吗？我是白的，我白着呢。苏韵直接懵了，杜之若有病吧？别不是被揍傻了？我知道杜尚书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年少英才，英武不凡，是西秦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听说你还宴请了京都百姓来庆祝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我是受害者好吗？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银子吗？对上杜之若的目光。那个不是啊，毕竟你们刨了我家祖坟。所以呢，你大半夜的来是让我去给你修坟吗？是大皇子殿下让我来的，齐王要见你啊。现在齐王就在京都郊外10里铺，大皇子殿下就在京都，殿下想要见您一面，商议一下两国友好合作的事宜。苏大人应该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我要如何相信你呢？毕竟人人都知道你的哥哥苏澈是当今大夏朝皇帝最为依重信任的人，你又是他的弟弟，我怎么能相信你是在替大皇子做事，而不是为了皇上呢？这个是齐王殿下的亲笔信，杜尚书想必应该知道齐王的字体。不错，的确是齐王殿下的亲笔信。齐王殿下什么意思？我要何时见他？信上就一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首诗有什么深刻的内涵吗？大皇子殿下此时正在恭候杜尚书，杜尚书若是愿意，不妨随我现在就去见大皇子殿下。现在吗？只怕不方便吧。马上到了宵禁时分，街上行人来往减少，你我一起出门，只怕要引人注目吧。杜皇子放心，我此次前来所做的教辇不过是坊间寻常的货色，没人知道这教辇是谁家的。大人，的确无人跟着。宫里御书房饶有兴趣地把玩着击鼓鸣冤的鼓槌，没想到果然让他猜对了，苏月那个棒槌还真的来通风报信儿。还好他及时吩咐了门口的侍卫，又早早收起了鼓槌，要不然哪有造反造到一半后悔了的呢？这种人造反都不配。正把玩着鼓槌，福公公一脸沉色的从外面推门进来。皇上放下鼓槌，陛下都安排好了，宫里的主子们在皇后娘娘的带领下都从密道离开，前往京郊秘密行宫了。按照齐王的性子，他怕是要不了3天就要动手。苏青那边也需要提前召回上，让他下手狠点，估计不出3天他就得死了。奴才一会儿就去吩咐，只是宫中宫人一时间朕不能撤退所有的宫人，如此齐王就不会上当了。不过你安插几个可靠的人散落在各处，到时候听朕的通知吧。宫变亘古至今都少不了惨烈的牺牲。正说话，外面侍卫回禀：陛下，禁军统领求见。快进来。福公公闪身立在一侧：陛下，杜之若已经和苏韵一起去见大皇子了。杜之若去了就好。朕知道了，你要严密的监控杜之若那边的动向。是。你的人训练的如何了？启禀陛下，随时可以用。好，让他们做好准备，应该不出3天，齐王就要有所动作，到时候做得逼真些。禁军统领应诺。而此时常青立在荣恒的面前，一脸凝重。殿下，就在刚才，杜之若同苏韵一起离开了行馆，去了京西一处民宅。不过奴才盯着杜之若的同时，发现禁军统领也盯着杜之若的，不对，应该说禁军统领盯着的是苏韵。后来见苏韵和杜之若一起离开，禁军统领就回宫了。荣恒眼底微微诧异一瞬，跳梁小丑。禁军统领盯着苏韵，也就是说父皇早就知道了。两人正说话，大佛寺代理住持走了过来。阿弥陀佛，老衲呢本是睡着了，这佛祖入梦啊，告诉老衲寺中殿下心事颇
颇多，难以安眠，故而老衲特意来看看殿下。荣恒，信口雌黄是大佛寺和尚的特色吗？让大师费心了，本王并无烦心事，大师安心歇息就好，本王也要睡了。殿下在大佛寺驻镇，是来为大佛寺画夜景图的，殿下切莫要忘了才好。大师放心，忘不了，等我离开之日，必定将夜景图送给大师。哈哈哈哈，这红尘俗世向来繁杂，许多事你未必就是眼见为真，耳听为实，这世事难料，还需用心来体会，才能品得这世间真谛呀。殿下，这老和尚今儿大半夜的，怎么来和您说佛法了？荣恒蹙了蹙眉，相信自己的判断，也要相信自己身边人的能力。荣恒听着，心头蓦地一跳。方丈有什么话，不妨直说。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就是开心啊！说完，扭头走了。荣恒一脸复杂的看着老和尚的背影。殿下，他是不是这里有问题？黑狐岭那边有消息传回吗？没有消息。殿下，就算是有什么消息，最早也要明日才能送回来了。明一早你进宫一趟，告诉父皇，如果有需要，我时时刻刻都站在他这边。说着话，不知不觉天色渐亮，黑狐岭天一亮，悠悠醒来，一睁眼就见云霞立在他头边，一双幽怨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苏青吓了一跳，怎么了？我昨天晚上一共从吊床上掉下去157次。一侧是福星爆出一阵猪笑，福星一面笑一面朝云霞竖起大拇指。你不错了，第一次睡才掉了157次，我第一次睡掉了700多次呢。云霞这一刻，他该露出骄傲的微笑吗？转头继续盯着苏青，为什么你就不掉呢？我是古墓派的。主子，我就说我该带着棺材来的，那2口棺材我都准备好了，你非让我扔了，顶好的板材真是可惜了，我都堵好一个的气孔了。苏青大早起的生无可恋的看着福星，转头朝云霞道：他非要带着棺材来参赛，让咱们都睡棺材里。云霞顿时一脸失望的看着苏青，你都让他扔了，简直是暴殄天物啊，暴殄天物嘛，是吧？你也觉得浪费吧？当然浪费了，有棺材睡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赛场上，大夏朝的刑部尚书立在观礼台上。本次比赛于此时此刻正式开始，大家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希望各参赛队能真正的领悟大赛的意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立在看台下，苏青无力的翻了个白眼，这台词是宋熙写的吧？太官方了。西秦作为本轮比赛幸运的豁免方，4个使臣成为本次比赛的首席裁判。一个使臣上前高声道：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砰的又敲响手边的大鼓。下面双方队长握手言和，开启比赛第1轮团队对抗赛，在规定的时间收集最多的夜明珠者获胜。昨儿夜里就有组委会的成员将夜明珠藏在黑狐岭的林子里。鼓声落下，然而苏青伸手与慕容雪握手。慕容雪记恨昨日丢人现眼的行为，我不会就这么算了。好啊，2个人4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公平、公开、公正。南梁燕王看了刑部尚书一眼，比赛已经开始了，怎么归朝的九王妃这是要拖延时间吗？苏青眼皮不动地看着慕容雪，要比赛握手，我慕容雪就没有怕过谁，比啊！2个人4只手继续死死地握住。刑部尚书一脸悠哉地坐在那儿，兴致勃勃地看着2个王妃握手。南梁燕王就不那么稳得住了，他们来参加比赛，一则是为了比赛，二则是为了除掉苏青。不进林子怎么动手？林子里他已经买通塔塔尔那边负责本次大赛兵马的人配合慕容雪，一脸恼意。南梁燕王朝慕容雪道：怎么还不进林子？慕容雪全神贯注地盯着苏青，不理会燕王。怎么理会？难道要告诉他抽不出手了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哼哼哼，对对对，2人不断咬牙切齿地说着场面话。南梁燕王看着他们的手，这次比赛比的是谁能找到更多的夜明珠，不是比赛握手。你们2个松开，太不像话了。说着转头朝刑部尚书道：你也不管管。刑部尚书双手一摊，松手。不知不觉他俩已经整整握了1炷香的时间。他松开我就松开，凭什么我先松开？你先松，一起松。不，你先松，并且你要承认你没有我厉害，你输了。
了。我没你厉害，我堂堂慕容山庄大小姐没你厉害，开什么玩笑？被苏青一刺激，慕容雪立刻手上加劲儿，苏青就等着他加上这最后一把劲儿，手腕一个用力，咔嚓！啊，我的手！南梁燕王急着上前，苏青一眼瞪过去，你要破坏比赛规则吗？破坏规则，你南梁10年内就没有参赛资格。比赛一开始，任何非参赛的队员不得上场。南梁燕王顿时脚下步子一僵，却是恨意十足的看着苏青。你松开他，这是做什么？用这样卑鄙的手段获胜吗？将心越野托梦给我，让我这般问你呢？燕王阴厉的眼睛微微眯起，说你没我厉害，你输了，你握手都握不过我。观礼台上各国使臣，这都要比？你休想！那你试试。雨落，手加大了力气。慕容雪不如苏青，慕容雪非常垃圾，慕容雪不如苏青，慕容雪非常垃圾。那种神情，犹如那些激进被洗脑的分子，嘴巴里振振有词地念着圣词，然后带着一身炸药去引炸自己。苏青不断地念，慕容雪煎熬又痛苦地坚持着，耳边全是苏青的声音：慕容雪是垃圾，慕容雪是垃圾，慕容雪是垃圾，慕容雪不如苏青，慕容雪是垃圾，慕容雪不如苏青，慕容雪是垃圾。手指的疼和耳边大脑的摧残让慕容雪几近崩溃，恨不得捂住自己的耳朵，可偏偏双手又被苏青握着。你怎么这么无耻？这样赢得比赛光荣吗？苏青继续振振有词，完全不受他的打扰。慕容雪是垃圾，慕容雪是垃圾，又慕容雪是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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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他就是要用这种变态的方法从精神上击垮慕容雪。他娘曾经提过一次，三合堂唯一受过的一次重创就是被南梁的慕容氏偷袭。苏青振振有词，云霞就暴毙立在苏青一侧，替苏青回答南梁燕王的话。那个这位大叔，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九王妃呢，在这大夏朝是出了名的卑鄙无耻。真的，他这个人没什么优点，就是卑鄙起来别人比不过。偏偏气人的是，他的卑鄙都非常符合各项规则。比赛进行到这样的环节，难道你们就不管吗？评委台，我们也很好奇，究竟是南梁慕容雪更厉害，还是大夏朝的苏青更厉害呀？一个评委就咳了一声起身，我数1、2、3，两位王妃同时放手。我还可以坚持握一炷香的时间，不过你要是不同意，我愿意成全你，毕竟你受不了慕容雪，你这个死变态。我会输给你？不可能，我不会向你低头的。那就是说我们还要继续呗？朝着评委耸肩，哎，他不同意啊。苏青，你无耻卑鄙！苏青欢快的点头，是的，没错，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呢就是开心，其他的无所谓了，身外之物。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呢就是开心啊！慕容雪是垃圾，慕容雪是垃圾，慕容雪就是垃圾，慕容雪是垃圾。手被苏青捏着，只默默盼望一炷香的时间快点到。北燕参赛王妃朝云霞扯了扯衣袖，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找了多少颗啊？云霞道，我们还没去。两位队长握手还没结束呢。北燕的参赛王妃目光缓缓地挪向苏青与慕容雪的手，顿时心头一个机灵，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手。这两个是变态吗？庆幸自己没有和他们一组，太可怕了。比赛握手有病吧？随着各国参赛队员回来，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大家屏气凝神，在场地中央看着苏青与慕容雪。一个评委敲响了比赛计时的大鼓，时间到，比赛结束。鼓声一响，不待旁人说话，苏青立刻松手，甩了甩自己的手，转头朝福星看过去。福星朝苏青点了个头，慕容雪的手还僵在半空。苏青是松开了，但她的手有点动不了，手指动不了，手腕也动不了，就那么僵在半空，任由秋风吹拂，想要收回来，拼命的想收回来，然而没有那个能力。慕容雪心头尴尬的一批，围观的群众，他干啥呢？雕塑？南梁燕王没好气的横了他一眼。人群里，南梁燕王朝苏青道：这下九王妃满意了，双方没有完成任务，全部都被淘汰。苏青就朝他龇牙一笑，没说话。评委台上，各国的队员派了代表上去，评委当场数各国捡回来的夜明珠。北燕对东杰，北燕15颗胜出。一声宣布，北燕参赛队发出高高的欢呼声。西蜀对西周，西蜀25颗胜出。南梁对大夏，双方握手言和，共同退赛。大夏朝1颗胜出。评委自己说出来都一脸震惊，更不要说看台下的
的参赛队员了。什么一颗胜出？开什么玩笑？就是啊，他们都没有去比赛，哪来的一颗胜出啊？黑幕吧！大夏朝的确是一颗胜出，他们只找到一颗，非常的少。可你们一颗也没有。南梁燕王瞥了一眼篮子里的夜明珠，阴沉着脸看向评委。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从比赛开始，大夏朝的队员和南梁的队员就一直在观礼台下面，没有一人离开。敢问大夏朝的这颗夜明珠从哪儿来的？抬手一指，他拿了一颗。他对面丫丫扬着头抖了抖翅膀。开什么玩笑？一只鸡找到夜明珠也算？南梁的队员顿时就火了。我们是正规比赛，它只是一只鸡而已。道歉！有病吧？道歉！赔礼道歉！就在对方再次挣扎的时候，这个时候看不上一只鸡了。但是昨天慕容雪和我们护国神级比武的时候，你们不都是觉得很厉害吗？再者，我们报上参赛名单的时候特意强调了，丫丫是一只鸡，但是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现在丫丫的大名还在参赛名单上写着呢，他怎么就没有资格了？怎么输了比赛想要抵赖吗？南梁燕王气得天灵盖都快喷血了。这个比赛结果我不认可，有目共睹。从比赛开始，双方队长就一直在握手，并没有参赛队员离开，更何况队长不离开，队员擅自离开，似乎不符合大赛的规则。大赛没有一条规则规定队员必须和队长同时保持行为一致，并且大赛没有规则规定队员就不能脱离队长。燕王似乎对本次比赛了解的不够多呢，不如回去好好多读读书。燕王铁青着脸将素清撕碎，来呀，有本事你动手呀，我就是故意的呀，福至心灵。燕王看懂了苏青，顿时火冒三丈。总而言之，这个比赛结果我不认。成王败寇，你没有资格说话，失败者。您看着我也没有用啊，这个事实摆在这里的，他们的确是有一颗夜明珠，你们的确是没有。那只鸡的确也是参赛队员，我要是睁眼说瞎话，这就成黑幕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昨儿和我们家的鸡比武输了，昨儿上台抽签想要绊倒我们王妃输了，今儿和我们王妃握手输了，比赛找夜明珠输了。南梁参赛队员一个个义愤填膺，能怎么办？他们的确是一个都没有离开，而对方离开了一只鸡，并且他们是眼睁睁地看着那只鸡从福星的身上跳下来，大摇大摆地离开的。那些变态的评委们昨夜把夜明珠藏得比他们本人都变态，不是在钉子堆里，就是放在满是钉子的鸟窝里，要么就是藏在蛇洞里，甚至还有绑在老虎尾巴上的。这一路上挖了无数陷阱，陷阱里不是毒虫就是削尖的木桩，要么就是一坑放了不知道什么东西，但肯定是有毒的水。他们避过了所有陷阱，经历了那么多生死时刻，终于竭尽所能找到目击范围内所有的夜明珠，好不容易拼了命才赢得比赛。结果大夏朝就这么轻轻松松握个手就淘汰了南梁，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可是大夏朝违背了比赛规则吗？没有，他们去找夜明珠了，只是去的不是人，是鸡，但鸡也是参赛队员。大夏朝做出格的事了吗？没有，只是他们队长和南梁的队长握手，而且是双方都愿意的握手。这真是10000句脏话在各个参赛队员的心头滚过。尖子兵大赛组委会最终宣布，大夏朝一颗夜明珠胜出，淘汰南梁。南梁的失败，大夏朝要担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此次比赛大夏朝虽然胜出，但是南梁作为失败方获得一次补考机会，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能够找到25颗夜明珠，就算晋级。此言落下，南梁参赛队员面上的神色总算是好看了些许，而其他参赛国也没有觉得多不公平。毕竟，第一，南梁的军事实力摆在那儿；第二，苏青赢得太卑鄙了。至于大夏朝，也没有意见。然而，有一个人被福星死死地摁住，道歉，还在这道歉呢，都换急了。说错话，难道连道歉的勇气都没有吗？你们南梁的将士都这么不要脸吗？众人不要脸，你也说得出吗？刚才不是你们不要脸吗？全部人都在这里站着，你们悄悄派出了一只鸡。南梁燕王看着苏青，你们这是做什么？再次挑衅大赛规则，迫使我们输掉比赛吗？哼，你们的队员素质低下，管不住自己的嘴，犯了错还不肯认罪，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觉得丢脸啊。但是他的话羞辱我的队员，这一点是破坏了大赛规则的。大赛规则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羞辱对方的队员。众人，你对大赛的规则了解的要不要这么清楚啊？组委会的评委吸了口气，朝刑部上书道：
破坏比赛规则，你们是要被取消比赛资格的。真的吗？如果要取消比赛，那南梁的加赛也不用加了，毕竟是南梁队员羞辱大夏朝的护国神机在先。如果他执意不肯道歉，我只好按照大赛规则给他一个退场处罚了。作为评委，我应该是有这样的权利，淘汰一个随意辱骂别人又不道歉的低素质队员。众人被福星压着的南梁队员，他只是骂了一只鸡而已，一只鸡还真是有没有天理了。其他的参赛队员，哎呀，这瓜真好吃。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不应该辱骂对方队员，我错了。丫丫扬起自己的头，一双鸡眼冷冷地看着他。福星摁着他的头，南梁队员心头只觉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这到底是他羞辱了那只鸡，还是那只鸡在羞辱他呀？可事实上他还得不得不十分虔诚地道歉。对不起，丫丫，我错了。雨落，福星一把松了他，面红耳赤，在人群中再无立足的一瞬，那参赛队员拔足朝林子里奔去。这辈子没有受过这种屈辱，给一只鸡赔罪。他一走，大家的目光纷纷落向慕容雪，手指手腕严重受伤，他无法参加第一轮比赛。他的手被对方选手伤成这样，对方算是违规吧？雨落不及组委会作答，苏青默默伸出自己的手，手指、手背、手腕全都是乌青，看上去触目惊心。有的参赛王妃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妈呀！而慕容雪的手虽然手指、手腕严重受伤，但是手的颜色还是正常的颜色，这看起来苏青简直受伤比她严重多了。人家都没说什么，你们倒是说人家违规了。听闻有一种奇特的功夫，靠的是真气，不是硬功。这种功夫打人巴掌都不落印记。他这话落下，人群里演出一阵议论声。的确有这样的阴功，我的手受没受伤，不是燕王你用肉眼就能看出来的。组委会有大夫吧，大夫看看吧。但是如果我的伤比慕容雪的伤还要严重，或者相差无几，那燕王你就要为刚刚的诋毁给我道歉，并且我只接受经济道歉。九王妃也太认真了，我们王爷只是说有这样的功夫，并没有说九王妃您就有这样的功夫啊。毕竟这功夫难修，可不是谁都能修得好的。哦，是这样吗？燕王刚刚说的话不是针对我，当然不是针对九王妃，九王妃多心了。燕王能自己回答一下我吗？毕竟你也是有嘴的。然而不及燕王开口，苏青就率先道：可我怎么觉得您刚刚就是针对我呢？你就是说我对慕容雪用了阴招呢？你是在说我吧？要是不是，那劳烦燕王当着大家的面给我一个清白好吗？毕竟都是有身份的人，给我一个面子。燕王给你一个面子，他不要面子的吗？眼看燕王吃瘪，脸色难看。方才你我握手，我只是单纯的和你较量力气，至于你是怎么对我的，你自己心里头清楚。大家也都知道我慕容山庄的实力，若非你用阴招，我慕容雪怎么会被你捏的手指断了？这话一出，引起不少人的赞同。慕容家的确还是很强大的。哼，九王妃怕是做贼心虚，刚刚才会那般的虚张声势吧？给大夏朝的九王妃查看伤势，看看我到底把她如何了。苏青翻了个无所谓的白眼，然后将自己乌青的手举了出去。查了我的伤有了结果，就要给我相应的补偿哦。大夫顿了一下，转头去看燕王，犹豫一瞬，点头。至于大夏朝的使臣、刑部尚书与另外几个前来参赛的官员，正在后面嗑瓜子儿。九王妃是大佛寺开光的法器，与九王妃作对的，都是与老天爷过不去，必遭天谴。随着南梁的大夫走进苏青，一群围观者屏气凝神。南梁的大夫伸出自己2根手指去摸苏青的手指，在手指触摸到苏青手指的一瞬，南梁大夫忽然只觉得指腹麻了一下，手一僵，紧接着下一瞬，他的手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乌青了起来。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就连吃瓜看戏的大夏朝刑部尚书都忍不住站起来伸长了脖子。怎么回事？苏青一脸震惊地看着南梁大夫的手，我的天哪，你的手怎么了？怎么和我的一样轻了？闹出这样的情况，谁也料想不到，给人看手，自己的手却轻了。西秦的大夫就走出来，立到南梁大夫身边，摸着下巴犹豫一瞬道：看样子像是中毒了。苏青直接惊呆了，抱着自己的手杵到西秦大夫面前。啊，中毒了！你说我中毒了？云霞直接跳到慕容雪的对面。喂，你对我们王妃做了什么？她怎么就中毒了？慕容雪，西秦大夫用银针刺破了南梁大夫的手，一股腥臭的血从他指腹流出，黑乎乎的。
这个毒你们几位看看。怎么，你中毒了？贵朝的大夫连给你看一看的必要都没有吗？你可是怀着身孕呢，他们就不怕影响到你肚子里的皇家子嗣？哇，你的发际线怎么那么高？现场的气氛诡异到爆。我说，您的发际线都这么高了，还是不要操心我们国家的事儿了，忧心过重容易脱发。云霞用一种人人都听得到的声音与苏青说着悄悄话。我听说男人头发脱得厉害是精气不足的表现，哎，你说他是不是不行啊？无数的肩膀在这一瞬抖了起来，一脸冷怒，鄙夷地看着云霞。据我所知，云霞公主尚未出阁，这样的污言秽语你都说得出来，真不知道大夏朝的皇室是如何教导你这位公主的。众人，你说污言秽语指的是哪一句？不知羞耻！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有一句他是不是不行是污言秽语啊？哼，我真的觉得他不行呢。他要是行，怎么会梳头发的时候把自己的头发都梳掉呢？他真的梳头不行呢？这个是污言秽语吗？还是说纯洁的你理解成什么了？慕容雪恨恨地看着云霞。喂，你到底理解成什么啦？快说呀，毕竟你也是有嘴的，我真的很好奇哎。被人公开议论不行，还要被这样肆无忌惮的调侃不行。燕王黑着脸一捏拳，够了。凭什么就够了？苏青跟着就用一种更为狠厉的语气对燕王去。贵朝的王妃当众羞辱我朝的云霞公主，这是你一句话够了就真能够了的吗？什么叫我朝皇室教导不力？什么污言秽语？什么叫不知羞耻？我们需要一个解释。慕容雪一颗心都快拧成麻花了。云霞分明就不是他自己解释的那个意思，他说不行，分明就是说燕王那方面不行，还什么梳头？苏青雨落，一双眼睛盯着南梁燕王，你们羞辱的不是阿猫阿狗，是我大夏最为尊贵的嫡公主，唯一的嫡公主。这件事燕王准备如何处理？你若能处理就来处理，你若处理不了，我相信有不少人对你们的边防图很感兴趣。你是在威胁本王？威胁？若是威胁你，我就不用你朝的边防图了，我手里有更好的。这话一出，搅动着无数人的神经。上次北燕三皇子出使大夏朝，文心公主与苏青打擂台的时候，苏青当众画出北燕的边防图，这件事在场的人已经人人皆知了。怎么，苏青不仅有北燕的边防图，难道还有南梁的？好像也不是不可能。毕竟苏青他爹苏澈这个时候正在南梁边境打仗呢。这么说来，如果南梁与大夏朝现在此时此刻闹得不可开交，苏青一怒之下对外公布了南梁的边防图，众人看热闹的目光里多了几分跃跃欲试。除掉苏青是大家计划之内，可若是同时能掌握了南梁的边防图，那简直是太棒了。心头的浪涛翻滚，南梁燕王隐隐约约知道苏青说的更好是什么。苏青眉目阴冷，我们云霞公主清清白白，人人都知道尚未出阁，你们王妃却一口一个污言秽语，不知羞耻。这样的羞辱我若忍，我便不是苏青。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你慕容雪必须给我解释清楚，什么污言秽语，什么不知羞耻，他哪里污言秽语了，哪里不知羞耻了？说着，苏青转头朝福星道：南梁的边防图带了吗？福星双手抱臂，瞪着南梁燕王：带了，为了预防万一，小的专门让人誊抄了好几份呢。众人，好几份？那的意思是就可以人手一份了？这毒是南梁皇室曾经出现过的彼岸果。一个彼岸果出口，惊得现场所有人目瞪口呆。人群里，彼岸果，听说当年南梁一位太妃就是死在彼岸果的剧毒之下。也是因为这位太妃的暴毙，南梁前太子彻底沦为废太子。南梁皇室已经把这种毒草全国铲除了，怎么还会出现？是啊，听说彼岸果极其难活，咱们几个国家也就南梁的气候适应它生长，其他国家这草都不长的。震惊的不仅仅是人群，还有南梁燕王。彼岸果是什么毒？大夏朝的大夫就道：这彼岸果毒性霸道，尤其是对妊娠女子，不会令其滑胎，却会令其腹中胎儿严重畸形。这种毒和另外一种毒丝蔓草
很是相似。而司曼草只是一种普通毒药，只要毒素清理得干净，对腹中胎儿影响不大。大夏朝的大夫看向西秦大夫，区分彼岸果和司曼草很难，但是庆幸的是，当年南梁前废太子对宫中太妃用毒的时候，恰逢西秦出使南梁，西秦的一位大夫目睹了彼岸果的毒发症状，自此对彼岸果和司曼草做出了仔细严谨的比对。其他几个国家的大夫连连点头，两者症状基本相同，但是彼岸果的传染性极强，但凡有人身上有伤口，伤口又碰触到中毒者的皮肤，就会跟着中毒。司曼草不会。是啊，不然彼岸果这种东西只长在南梁，我们莫说是要解毒了，这毒物啊，见都没见过。这话一出，苏青顿时满目骇然，云霞与福星更是紧张的不行。那这毒，大夏朝的太医拿出自己的银针，对着苏青的手指一针扎了下去，随着毒血流出，大夫悲痛道：王妃腹中的哎呀！苏青盯着自己的手，震惊到连连后退。你给我下毒！我没有。你的指环为什么是黑的？这是乌金，本来就是黑的。本就是黑的，还是毒素浸染成黑的？让大夫检查一下就知道了。太可怕了！我说呢，方才握手的时候，慕容雪为什么要拉住苏青的手不松开？原来是为了下毒啊！太可怕了！你这样的蛇蝎心肠，居然还要说我是污言秽语，你怎么说出口的？居然要谋害我主子腹中的胎儿！南梁燕王想说什么，眼下的局面实在是有些失控。刚刚他就是用这根手指检查大夏朝九王妃手上伤势的，大家看得清楚，他的手指上有一片擦伤，这个伤口应该就是毒素传染的通道。若当真是我们的王妃给苏青下毒，她何必让我们去检验苏青的伤势啊？那是因为她不知道你的手指头破了。你是刺破我的手指的？我的孩子都被你们毁了，现在你居然说我刺破了你的手指，你居心何在？难道我要用自己的孩子去陷害慕容雪？我要对付慕容雪，我直接杀了他就是，何须用这样的方式？我没有给你下毒，我没有，你诬陷我！我会用自己的孩子诬陷你，你疯了我疯了！慕容雪疯狂地摇着头，一旦坐实他的罪名，他会被组委会直接处置，南梁无权干涉。我没有给你下毒，我没有。你没有，那我的手谁来解释？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是你一直抓着我的手，是我率先向你伸手，是你狠狠抓住我的手不松开。尽管后来我们两个在较劲，但是我的这只手始终被你抓在最里面。若非你给我投毒，难道我要自己给自己投毒？哼，我若当真自己给自己投毒，方才我还干什么要为云霞的清白讨个公道？干什么要为自己的清白讨个公道？干什么要那么费劲的让你们赔偿我的名誉？我只要坐等大夫们检查毒素就是了。在毒素被检查出来之前，所有人都看向慕容雪。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若是清白，手上的戒指可否让大夫检查一下？不可能，手上的戒指怎么可能给他们看？是我做的，是我给他下了毒，毒素就裹在戒指上，因为我知道苏青的手掌昨夜受了一点伤。这话一出，众人哗然，连南梁燕王都惊呆了。哼，这件事燕王打算如何给我一个交代？九王妃意欲如何？我说过，我只要经济补偿，给吗？多少？苏青就伸出一只手，五指展开，手心手背10万两。你出言羞辱我，赔偿10万两；他出言羞辱云霞公主，赔偿10万两；他给我投毒，赔偿10万两；他伤害我腹中胎儿，赔偿10万两；我将来生出的孩子有可能是畸形，孩子的成长费10万两，一共50万两。大家费力地思忖着眼前的一切，50万两我就不计较这些了。不过如果你想要让我绕过慕容雪，不让组委会处罚他，我还要这个50万两赔偿，本王应了。但是本王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金，是我们做错了事，理应接受。拿笔墨纸砚来。这里的比赛我能应付得了，劳烦尚书大人带我跑个腿，将银票取出来送到我家。臣一定办到。大夏朝的人是不是太奇怪了点？从头到尾，除了福星和云霞，没有一个官员关心苏青的肚子和他本人。唉，没办法，人设不太讨喜。说完转头走了。众人这就走了，就这么走了？被人下毒生出的孩子都有可能是个怪物，他就这么走了。被
背对一众人抬手挥了挥：“放心好了，我是大夏朝大佛寺方丈亲自开光的祥瑞，自有佛祖庇佑，我的孩子不会有事儿的，健健康康。10月怀胎，苏青到底能生出个什么东西来？”各位莫要忘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南梁的笑话再好看，也不及达成目标来的好看。你们王妃被人投毒，你们还吃得下去啊？你们就不为你们的王妃担心？不能。你这毒真的没事儿？那个彼岸果听着很可怕呀。放心吧，没事儿。彼岸果可怕，我这个是丝蔓草，不可怕。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怎么知道慕容雪一定会认罪啊？我参赛之前，九殿下为了怕我吃亏，专门调查了其他各参赛国。慕容雪有个师兄在南梁为官。他和他师兄有一腿？你一个没出阁的嫡公主，这么说话真的好吗？人生在世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呐！知识点现学现用，牛逼！王爷，来参加比赛，为何带着那个戒指？临行前他说带着戒指，就如同他也来了，能保佑我。保佑你？他是来保护苏青的吧？王爷，他不会的，他忠心于南梁。你和他的事是绝密，在南梁除了我，再无第3个人知道。可现在苏青却知道你这戒指的秘密，更是拿着这个戒指设局引你入套，你还向着他。慕容雪手上这枚戒指刻着一行字：慕容雪，杨子缺，白首一双人。杨子缺，慕容雪的师兄，离开慕容山庄，踏入朝堂。慕容雪自懂人事起，便爱慕杨子缺，她爱得小心翼翼，却没有想到皇上赐婚，她嫁给了南梁的皇子，成为皇妃。尖子兵大赛第1轮，险些因为你的冲动和鲁莽，南梁错失比赛的机会。到目前为止，除了丢人现眼，你什么也没有做。慕容雪垂着头，不管我们的损失多大，只要这次比赛能除掉苏青，就算是赢了。大夏朝这边同样有人想要除掉苏青。明日的比赛，你若还不能除掉苏青，休要怪本王对杨子缺动手了。慕容雪蓦地抬头看着燕王。意外吗？这有何意外？你我都清楚，你之所以履行圣意，成为殿下的王妃，就是因为你怕我们动了杨子缺。没错，你的担心是对的。你若是不听话，我不会对你如何，但是我会对杨子缺下手。他是无辜的。本王不在乎，你出去吧，本王累了，要休息。按照大赛规矩，参赛队员不得进入营帐，别给人画饼。我的手还是……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本王只要结果。营帐外，秋风瑟瑟迎面而来，吹散了慕容雪心头对杨子缺的思念与牵挂。草丛里，一只鸡蹲在那儿，目光锐利，鸡眼死死地盯着一挺营帐。营帐里住着方才给燕王套出印章的男子。怎么了？为了慕容雪的事，是有些丢人现眼。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苏青太过卑鄙，今日使诈获胜，明日就未必了。太嚣张，总要付出代价的。慕容雪的手到底是伤了？你也太小看慕容家了。说是仅仅伤了手，不能舞剑，慕容雪便丧失能力的话，那慕容山庄的地位早就不是如今的地位了。属下是担心您的玉佩被苏青拿走，他会不会借着您的玉佩的名由，在南梁胡作非为啊？无知小儿罢，跳梁小丑，他还想如何？借着本王的玉佩，本王的玉佩岂是他想要作威作福就能作威作福的？他不做是命大，一旦做了，没有本王的印章，他若凭着玉佩想要在南梁谋乱，只会被本王的人抓了。如此，属下就放心了，还是王爷多谋。你说那彼岸果的毒，苏青从何得来的？彼岸果只在南梁生长，自那件事情之后，南梁的彼岸果被彻底根除。这件事是王爷您亲自做的，按理说不可能再有彼岸果在南梁，除非那个死人的宅子里。前废太子的宅子里有一株，当初您特意留下的，就是为了让先帝对废太子能彻底憎恶。相较营帐的静默，和硕公主有一本日记，她说她最爱的男子在大夏朝征战沙场，她这一生若是能嫁得最爱的人，便是娇花；若是不能，便就此枯萎了。唉，
后来她真的枯萎了，她嫁到南梁才多久就难产而死，她没了。可燕王还好好的，府里照样不缺燕王妃。唉。所以啊，我不想和亲，一旦和亲，公主就不再是公主，只是工具了。和硕没了，燕王还在；南梁前废太子没了，燕王还在；江心月没了，燕王还在；湘北收容江心月的那家人没了，燕王还在。这个燕王，苏青摸了摸云霞的头，放心吧，有我在，不会让你去和亲的。我和你爹已经打算一统天下了，还和个屁的亲！只要我不嫁出去，只要我是大夏朝的公主，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和亲，享受了常人不及的荣华富贵，就该为那些给我荣华富贵的百姓付出我所能，这就是命。苏青沉默，没有说话。你知道我为何要参加大赛吗？苏青看着云霞，轻轻摇头。我听我母后提过，和硕公主许不是难产而亡。苏青心头一震，当日抓获云王，云王是在皇上面前招供一切，可云王招供的有关和硕公主的一部分，皇上为了江山社稷，为了百姓安乐，并未对外公布。这场尖子兵大赛为的就是杀了燕王，合情合理的杀了燕王。反正他要在大赛中死一次，临死拉个垫背的，不是很正常吗？何况南梁给他下毒，伤他腹中胎儿，死之前多捞点银子吧。你莫要冲动，燕王并非常人，你想要杀他很难。可我是大夏朝的公主，也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我也是公主，我不知道就罢了，即使知道了，就不能不管。我心里过不去，你知道吗？我看过他的画像，看过他的诗词，就仿佛他陪伴过我一样。我们都是公主，她惨死异乡，身边连个陪伴的人都没有，那种绝望和凄苦我承受不了，想来她也承受不了。我若不为她报仇，我余生有恨。泪眼婆娑，云霞哽咽着。苏青抬手轻轻擦掉她的眼泪。有我呢，有我呢，你且看着就好。你要为和硕公主报仇吗？所以你不要擅作主张，擅自行动哦。可你，燕王身上的血债可不只是和硕公主。这厢苏倩与云霞低低的谈话，那厢南梁的士兵看着画上的女娃哽咽落泪。大树的背后坐着邢副将，忽然听到哭声。怎么了？那个士兵仿佛没有想到旁边会有人一样，震惊的看向邢副将。这是轻轻诉说着和女儿的往事。叫什么名字？月月，月亮的月。月月，小月。他的女儿叫小月，长得和这画上的女娃有9分相似，很可爱。今年7、8岁了吧？等大赛结束，正好回去给他过8岁生辰。怎么？他娘和别人好上了。邢副将脑子里轰的一声，有什么炸了？也是，我成天不在家，家里没人照顾，不愿的。可我舍不得孩子，我打算这次尖子兵大赛结束之后，回去和他商量商量，把孩子给我留下。我舍不得我闺女。他对孩子好吗？不好，他好上的那家人也有孩子，我闺女娶了，怕是要给人家当下人了。可他宁愿孩子当牛做马，吃苦也不跟我过了。我女儿乖巧，只要我回去和他娘商量好，她跟着我没有问题。这次大赛结束，我也就不在军营了，回去踏踏实实照顾好女儿。至于他娘，想要继续过就继续过，想要走我也不留她。我女儿好就是了。老哥，你有孩子吗？邢副将微微合上的眼皮颤了颤。咱们出来打仗，顾不上家人，实在对不起人家呀。邢副将只觉得心在滴血。他对我闺女不好，我不能对我闺女不好，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得对她负责。你还有机会，我呢？我的小月呢？可怜的小月，死的时候有多绝望。第一天的比赛落下了帷幕。陛下，刑部尚书大人回来了。哦，怎么回来了？黑虎岭那边出事了。王妃从南梁燕王那里弄了50万两银子和一枚燕王的玉佩，王妃令臣送来。福公公，您堂堂科举考试出来的刑部尚书，用弄这个字儿，真的是好形象啊！皇上这样的看着刑部尚书，不愧是苏青啊！果然是没有让朕失望，军费充足啊！这是贴身物件，是不是贴身臣不知，不过是燕王当场从身上解下来的。苏青眼下情况如何？身子有无大碍？南梁那边已经连续出手2次了，不过都被9王妃将计就计。南梁前来参赛的王妃慕容雪，怕是右手已经废了。慕容家与三鹤堂是有旧怨，苏青废了慕容雪一只手，算是出手轻的了。皇上思绪纷飞间，陛下，
今日第一轮比赛，南梁吃了大亏，只怕明日比赛，王妃的境遇会艰难些。陛下若无旁的吩咐，臣就要连夜赶回黑虎岭了。皇上略点头。云霞没事吧？有九王妃照拂，公主很好。昨夜自己吃了2只烤鸡，应该是很好吧？明日是什么比赛？明日比赛骑射，参赛国选手用的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马匹，骑行围剿山中的野物，包括老虎2只、野猪10头、狐狸20只、野兔300只。在黑虎岭找到塔塔尔的奸细了吗？臣离开之前尚未发现，他们怕是要在今夜才动手，正好臣不在，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这也是王妃和臣商议好的。臣当时离开的缘由，陛下放心，王妃安排了人盯着，应该无事。朕派去传话的人，你可是遇上了？遇到了。臣和王妃随时准备好提前动手。此次王妃和南梁公然发生矛盾，而矛盾的桩桩件件都是南梁的错。臣想王妃的意图也很明显，为将来他能随时暴毙做准备。是苏青的做事风格，不出意外，只怕苏青临死也要拉个共赴黄泉的。九王妃不愧是天降祥瑞，陛下准备征战四方，这仗还没打，军费已经凑得七七八八了。现在就等着西秦那边对大夏朝大军压境了。一旦西秦大军压境，朕的军队也能够从西秦的背后直插西秦腹部了。而此时静谧的山野里，一个道士策马疾奔，林密路窄，道士骑马骑得很稳很快，左右两边密林里有狼群同样在前行，疾奔的速度不亚于他胯下的坐骑，方向直奔北燕。当日在羊汤馆，那只鸡说了他攻占不下的，他能做到，结果就给了他一支狼队，真是难为那只鸡了真是难为这些狼了。明明是一群凶恶的狼，结果被只鸡驯服的服服帖帖，跟着他去打仗，不光领着大夏朝的狼，到时候还要带着北燕的狼一起去，真是牛人死了也是牛人啊！昨天的比赛只是个开胃赛，今儿才真正开始。之后的2天，我们要进林子去打猎，打不到要求的数额不许出来，但凡有一个出来的被淘汰。打什么？兔子。哼，这个好说，每年我都和父皇去狩猎，我自己能打10来只兔子呢，真好骗。慕容雪继续参赛，他那手连剑都拿不稳，再参赛怕就废了吧？不至于，慕容山庄的人哪儿那么脆弱就废了？没准人家左手比右手还要厉害呢。不可能，他要是左手比右手厉害，也不至于那天和鸡比武，连鸡毛都碰不到。你说起那天的事，哎呦，我就想笑。你这话说的好像那天不好笑似的，总感觉自己不是来参加尖子兵大赛了，是来参加搞笑大会了。慕容雪走在他们前方不远处，一张脸黑成锅底，行至一半，慕容雪转而望着苏青，怎么昨日中毒中得那么深，今儿就无碍了？啊，我是祥瑞吗？苏青太过卑鄙，是要遭天谴的，所以你小心点哦。主子，这也太夸张了吧？咱们4个国家一共40个参赛队员，塔塔尔准备了3000匹马。表面来讲是为了彰显国威，不过更实际的用途是可挑选的空间足够大，选什么样的马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那就后果自负了。这个意思。福星瞧着眼前茫茫马海，主子，您这话意思是不是一会儿要出什么事儿啊？那就后果自负了。这个意思。福星瞧着眼前茫茫马海，主子，您这话意思是不是一会儿要出什么事儿啊？苏青，要出事的是你家主子，一会儿机灵点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守好公主就是。我这边你不用操心。知道了，知道了。主子，你都念叨800遍了，什么时候跟个女人似的了？马群里，老哥调好了。邢副将回头认出是昨天在大树旁聊天的男人。老哥运气好，跟了一个好将军，上过战场，经验足，能力强。邢副将笑了笑，没说话。不像我们领队，根本不是军营里的，为了这次比赛才匆匆和我们的3皇子成亲，成了王妃来带队。哎，老哥，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这次出来是签了军令状的，要是不能进入前3，我们回去都得被问斩。军令状。有你们将军在，第1名我们不敢想，原本想着第2或者第3，可现在来看，我们领队的手伤成那样，怕是第3也悬。加油，老哥，你也加油。你怎么不打老虎啊？眼见福星总在自己周围晃悠，云霞一脸好奇。主子吩咐，
让我照顾好你。你打兔子，我去哪儿打老虎啊？我去，这也太厉害了吧！你这简直是被参军耽误的神猎手啊！大哥让你照顾我什么？难道怕我被兔子吃了？捞起3只兔子装入马上的布袋。你这本事不去打老虎都浪费了，快去吧！你守着我，还不如去帮大哥呢。万一耽误了咱们的收场。公主，你老是大哥大哥的，我都快反应不过来你大哥是谁了。我就记得你大哥是大皇子，他不是我大哥，他爹不是我爹，这个你都知道。哼，虽然好些事父皇都瞒着我，也不通告天下，但是该知道的我都知道的。唉，不说这个了，你倒是快去打老虎啊！我哪儿都不去，就保护公主。去年的尖子兵大赛，这些狩猎项目都是你大哥一人拿下的，比别的参赛国足足早出林子2天。哇，我大哥这么厉害啊！你大哥永远都是你大哥。苏青下意识从马背上弹跳起来，跃上树顶树干的一瞬，轰然倒地，砰的一声巨响，整匹马瘫倒在地上。苏青望了那马一眼，警惕地扫视四周，一道人影闪身而出。九王妃，别来无恙啊！容嬷嬷，太后身边的容嬷嬷，当初她被卸了一条胳膊，又被皇上处死，现在居然完完整整的出现在她面前。好久不见，容嬷嬷倒是越发的容光焕发了。看来宫里还真不是个养人的地方。容嬷嬷看着苏青，眉目阴冷。九王妃见了老奴，竟是不惊讶。老奴倒是佩服九王妃的这份从容，希望一会儿九王妃也能从容赴死。即使容嬷嬷如此自信能弄死我，那还劳烦容嬷嬷告知，现如今你是还在为你们苗疆做事呢，还是在为塔塔尔做事，亦或者投敌叛国呢？九王妃玩笑了，苗疆从来不属于大夏朝，何来投敌叛国？说说吧，北燕、南梁还是西秦？容嬷嬷却没有回答，忽然双臂高抬，嘴里振振有词，声音高亢激烈。在容嬷嬷双臂抬高的一瞬，原本平静的大地忽然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的声音，很大。苏青手里的长鞭在容嬷嬷抬臂的一瞬，快准狠地抽了过去。然而鞭梢没有碰到容嬷嬷，却是被一柄利剑拦下。苏青，你去死吧！灰帮帮主从密林里纵身而出，直逼容嬷嬷身前，将她挡住。原来容嬷嬷和齐王搅到一块儿去。你居然淬了毒啊！是啊，淬了毒。南梁最毒的彼岸果，怕不怕？灰帮帮主心下咯噔一声，彼岸果的毒他知道，无解药。你地上的虫子已经乌泱泱地涌向苏青，这些虫子的威力他是见识过的。容嬷嬷振振有词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那些原本在地上爬行蠕动的虫子，随着容嬷嬷的声音猛地一个拔高，倏地飞了起来。无数原本在地上的虫子一转眼全部涌向半空，形成一道虫子网。巨大的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全部扑向苏青。苏青的脑中却浮现出一个场景，一个似乎在梦里的场景，又似乎是真实的场景，只是发生的太过久远，模糊而不清晰。场景里，一个枯瘦的小女孩饿极了，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摆着果盘，摆着点心，她饿得发晕，扑过去就要吃。可就在她扑过去的一瞬，这屋子忽然又进来人，小女孩很害怕，很慌乱，错乱之际躲到了一张桌子底下。可饿得极本能的，在躲进去的时候，手里随手抓了一个肉乎乎软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可是她太饿了，蹲到桌子底下，望着手里的东西，眼睛散发着饥饿的光，不管不顾，那东西他直接塞到嘴里，连嚼一下都没有，就直接吞了。那软乎乎的东西进了肚子，肚子里有些发热，他不明白这是食物果腹的感觉还是别的什么，总之暖暖的，很舒服。场景转换，他身边有无数的黑虫子，那些虫子都拼命的想往他身上爬，啃他的肉，饮他的血。他身上无数的伤口，有被打的，有虫子咬的，他怕极了那些虫子。可就在有一只虫子第一个冲上他小腿的一瞬，他的肚子又微微暖了一下。紧接着，那原本耀武扬威爬上他身上的虫子就化作一缕青烟，被烧焦成灰。而其他的虫子仿佛见了什么凶猛之物一般，纷纷逃避。他的肚子很暖。小姑娘瞪大眼睛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一幕，诡异的场景在苏青的脑中一闪而过。苏青还未来得及抓住什么，场景消失，思绪又回到现实。很奇怪，这样生死一瞬的时刻，她居然做出了像做梦一样的事。思绪回到现实，
苏青狠狠捏着鞭子，正打算挥鞭去抽那些虫子，一只率先飞到他肩头的虫子忽然化作一缕青烟，他肩头虫子被烧焦成灰，他的小腹微暖。苏青狠狠一愣，现实与他刚刚做梦一样的场景重合了。我靠，我不是穿越古元架空吗？怎么变成玄幻了？这也太诡异了吧！然而更加诡异的是，就在肩头那只虫子化成灰的一瞬，那些原本织成的一张大网准备向苏青扑来的虫子全部惊慌逃散。你的虫子怎么跑了？快让他们回来！快呀！容嬷嬷原本紧闭双眼念咒，容嬷嬷忽然肩头一抖，五官扭曲，一口气没有提上来，张嘴哇的一口浓血喷了出来。你到底是谁？苏青左手放在小腹处，小腹那里微微的暖意很是令人舒服，太奇妙，太诡异了。难道他刚刚脑中盘旋的那个场景，那个小女孩就是小时候的原主？原主10岁以前的记忆是空白的，蹙眉回忆方才场景里的虫子，再回想刚刚容嬷嬷召唤出来的虫子，同一种。难道原主小时候被苗疆巫蛊之人抓了？有些尘封的记忆，如同一堵厚实的墙里冒出的青烟，丝丝缕缕。可惜记忆太过微薄，什么都回忆不起。苗疆巫蛊之人召唤的虫子，怕他这就够了，足够了。手里长鞭一甩，苏青直朝容嬷嬷扑去。容嬷嬷惊愕又虚弱地瘫靠在树干上，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她的巫术深得圣女亲传，怎么会对苏青无效？那些虫子怎么会怕苏青？苏青用脚下的藤条将容嬷嬷捆了，挂在头顶的树枝上。上次让你逃过一命，这次等死吧你！你怎么会有圣女的气息？圣女个屁！老子有的是王者气息。地上的虫子起初忌惮灰帮帮主身上的药粉，只是将他团团围住。在经过无数次试探之后，那些虫子忽然疯了一样朝他身上扑去。苏青转头一瞬，恰好灰帮帮主全身被虫子包围啃噬，看不到他，只能看到一个人形的虫子阵，宛若一个蛹。灰帮帮主在蛹中凄厉惨叫。苏青好像没有他下手之处了，脚边有个树墩，苏青转头坐了，坐等灰帮帮主被虫子弄死，确认他死了之后，他再离开。容嬷嬷悬在半空，你以为你制服了我和他，就算是赢了？齐王一定会胜利的，大夏江山也一定会动乱的。你一定会死的，你和云王妃什么关系？反正是闲等，聊会儿。关系？他还不配，他不过是圣女豢养的一只小虫罢了。云王妃是一只虫子，难怪他死的时候如同崇山崩塌。等等，这么说这些年云王都是跟一只虫子睡在一起，好重的口味。你身上怎么会有王虫惧怕的灵气？那你先告诉我，你当时是怎么捡回一条狗命的？齐王救了我，皇上自以为是。他的御书房早就是个筛子，有太后的人，也有齐王的人。太后救不得我，齐王却有那个能力。是这样吗？皇上的御书房密布了太后与齐王的人，皇上却不知道。就算皇上不知道，福公公呢？福公公那么精明也不知道吗？还是说容嬷嬷被救也是皇上安排的呢？齐王救了你，就是为了让你来消灭我吗？齐王真看得起我。该你回答我了。我听说你们苗疆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圣物，叫做圣体。那个不好意思，我小的时候饿极了，就把它当肉给吃了。说着，苏青摸了摸自己的肚子。那现在你们敬畏神灵的圣体在我肚子里，你要不要跪拜一下呀？不会的，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吃了圣体？圣体已经被圣女带走了，你怎么可能吃了圣体？情绪激动，容嬷嬷在半空挣扎，整张脸扭曲至极。你居然敢吞下圣体，你要遭千万苗疆人的诅咒，永世不得超生。你苗疆巫术抵不过我大夏朝佛法无边，我是被大佛寺老和尚开过光的，受如来佛祖和观音菩萨共同保佑。想要你们的圣体吗？我可以还给你，不过你要告诉我你们是如何在这里埋伏我的。苏青说话间，面前不远处永行的灰帮帮主已经被虫子啃噬的成了一把灰，真是不远千里来送死呀！
何必呢？还搭上脚力，原地送死不好吗？只要我说了，你就能吐出圣体。说吧。是西秦的人把我送上山的，至于他们如何做到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从京城来黑虎岭，在黑虎岭背后遇到了西秦接应的人，他亲自把我们送到这里。西秦的人，他们还没有被大夏朝的百姓揍够，居然还在作妖。什么特征？厚眼皮，三角眼，鼻梁略塌，方脸，嘴皮很薄，有9殿下那么高。现在你把圣体给我。随着他的描述，苏青脑中浮现着一张人脸，的确是西秦的使臣。为首的那个，你刚刚说圣体是被圣女带走了，圣女当年没有死吗？骗子！你这个骗子！你根本没有圣体！骗子！圣女没死，她还活着是吗？你会被诅咒的，圣女不会放过你的。她在哪儿？我不会告诉你的。好啊，你别告诉我，但是我会让皇上昭告天下，是你出卖了苗疆部落，是你告诉我们圣女还活着，是你告诉了我们有关苗疆的机密，并且我会告诉天下人，我之所以没有被你召唤出来的王虫弄死，是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对我动手，是你对他下的手，这样你就是苗疆人神共愤的耻辱，你是叛徒。我没有。哼，没有人会相信你，叛徒耻辱，你会被苗疆历代子民诅咒。你怎么样？你是愿意告诉我此刻圣女在哪儿，然后清白的死去，还是愿意背负骂名，作为一个叛徒死去？我若告诉你圣女所在何处，那与背叛苗疆有何不同？当然是有所不同了。你现在只是告诉了我一个人，可你若是现在不说，就等于告诉了天下人。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寂静的山林会帮帮主化作齑粉，早就被林子里偶尔吹来的风吹散，而那些被容嬷嬷召唤出来的王虫也消失于地下。密林里，两双眼睛静静地注视着苏青与容嬷嬷，眼底骇然浮动。一人身下湿了一大片，约莫过了半炷香的时间。他在圣云山，这算什么？他们不远万里从京都奔赴黑虎岭，结果呢？苏青好端端站在这里，会帮帮主让虫子给吃了。他不光要死，还出卖了圣女。他们是专门来给苏青送情报的吗？想到这里，容嬷嬷呕的又吐了口血。你还算配合，我给你个痛快的，一刀封喉，血溅四方。容嬷嬷了无生机的断了气，解决了2个意料之外的敌人。苏青回头朝不远处的密林看了一眼，戏看够了吗？感谢送马。一语落下，苏青脚尖点地，原地飞起，马儿长鸣。苏青策马离开，原本潜伏在密林里的2个人。我的马，苏青，你卑鄙！慕容雪咬唇跺脚，他身侧立着一个南梁将士，方才目睹老妪召唤虫子，虫子攻击苏青，却反被苏青吓退，改去进攻那个壮汉。这个南梁将士早就被吓得失了魂。王妃，你说苏青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怎么虫子不怕他？我哪知道他是什么怪物？太吓人了！王妃，神呢？半个时辰前，苏青从密林出来的时候带了2只老虎，16只狐狸，另外还带了好多草，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他去追苏青，就是单纯的去追苏青。苏青不仅除掉了2个敌人，还带了猎物出来，让慕容雪有点想吐血。王妃怎么换马了？之前挑的那个不好吗？我们的猎物抓捕的如何了？兔子和狐狸够数了，野猪只抓了1只，老虎没有。废物！那件事把握大吗？今天我一白天都在考验那位邢副将，他应该是相信我了。今儿抓野猪的时候，我故意受伤，是他帮我将野猪制服，还替我包扎了伤口，应该不成问题。好，今天夜里你继续给他下药，来点猛，明日天亮直接动手。战士抱拳领命，夜幕彻底降临。你们王妃呢？看着福星，给我1000两的银票3张，我就告诉你，你抢啊！对啊，抢你的，什么？苏青到底在哪儿？给钱就告诉你，没钱滚！手里的利剑刷得出鞘，连鸡都打不过的人，不配和我打。你还是多为你的手考虑考虑吧，我可不想吃着鸡腿，忽然吧嗒一边掉下一只手，倒胃口。他们来示威了。哼，他们只是来站着了。那我们怎么办？坐着呗，累了就睡会儿，明儿还打猎呢。哦，南梁的将士抖着眼皮看着云霞，这大夏朝的公主莫不是个傻子吧？你不说是吗？我说的非常清楚啊！你要是给我钱，我就告诉你，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懂话呢？你不给钱，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光窑子不给钱，姑娘给你白睡啊？喂，他为什么脸红啊？对啊，你为什么脸红啊？灵魂的质问，气死了，快炸了！慕容雪一走，被慕容雪惦记的苏青趁着夜色摸回了组委会所在之处。深夜密会还不待大夏朝，
肯定是有阴谋。在那些领队全部进入之后，营帐外立了7、8个西秦侍卫。苏青瞧了一眼那些人，转身直奔大夏朝营帐。刑部尚书仿佛知道苏青要来一样，王妃抱拳行了个礼，大人还未歇息。刚刚处理了塔塔尔那边安插进来的狼崽子们，查清楚了，一共8个人，已经全部带走，秘密羁押回京了。半盏温茶喝下，苏青将林子里遇见容嬷嬷与徽帮帮主之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刑部尚书。当然，虫子一事和他肚子发热的情况隐瞒了过去。按照容嬷嬷所言，苗疆圣女还活着，只怕这次容嬷嬷来黑狐岭，不单单是受齐王安排，那位圣女也参与其中。如此，要劳烦大人提醒父皇，不但要防备秦王作乱，更要防备苗疆巫蛊之术。刑部尚书面色阴沉，苗疆圣女居然活着，只怕臣要连夜回京了。我要做什么？秦王已经和西秦的杜之若达成协议，具体协议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不过十有八九是和西秦借兵。陛下的意思是，估计齐王要提前动手了，要王妃提前做好准备。这个大人放心，我这边引子已经埋下了，到时候顺理成章，一切都天衣无缝。对了，方才我来见西秦那边召集了其他几个国家的领队过去。西秦狼子野心，是想要趁着齐王作乱之际大乱我大夏朝，其他国家心怀不轨，也都想要分一杯羹。陛下早就料想到了。西蜀也参与了西秦的密谋，那宋西那边，王妃不必担心，宋姑娘那边纵然不成，也不会有危险。武殿下跟了过去。苏青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他说什么。武殿下扮作乞丐，一路跟了宋姑娘去西蜀，而武殿下的暗卫又跟了武殿下过去。如此，就算是宋姑娘有危险，也一定能脱险的。更何况，臣相信宋姑娘的能力必定不辱使命。不及苏青从五皇子化作乞丐这个事实中反应过来。王妃还有其他事吗？若是没有，臣现在就动身回京。大人一路小心。寂静的黑夜，暗潮涌动，激荡澎湃。西秦营帐，西秦领队为首的官员面色激动。我们的杜尚书已经和大夏朝的齐王以及大皇子殿下取得联系，并且获得大皇子殿下的倚重和拜托，他们需要向西秦借兵。我想这对西秦对诸位都是一件好事。几位有汤一起喝，一直是西秦的原则，愿意参加的西秦欢迎，不愿意参加的，等到一切结束，西秦也愿意送上厚礼，共同庆祝。南梁燕王深邃的眼底有寒光闪烁。南梁愿助齐王一臂之力。北岸三皇子犹豫道：大夏朝的皇帝腹黑狠辣，手段阴险多变。南梁燕王就笑道：三皇子莫非是上次出使大夏朝被吓怕了？燕王一把年纪，就是以这样的嘲讽的姿态对待同盟者的吗？我希望能够亲自见杜之若一面。不错，我们应该亲自见杜之若一次，来商议此事，毕竟非同小可。这次尖子兵大赛，作为各国领队者，我们都来到大赛的最前线，驻扎赛场。本王是皇子，这位在南梁也是举足轻重，可为何偏偏你们西秦的尚书留在了大夏朝的京都？这对于联盟来说，是不是不太有诚意？明显的，西秦在作弊啊！大家说好了联盟，结果你们自个儿悄悄去了大夏朝，还私下见了齐王。西秦的官员心头10000匹羊驼奔腾而过。你们以为杜尚书不愿意来大赛现场吗？不是杜尚书不来，实在是杜尚书在出发之前身体出了些状况，病了。而现在杜尚书被齐王留下，有许多细节需要商议。南梁燕王打断了他的话：既然是联盟，为什么和齐王商议的人只有杜之若？西秦官员竟然无法回答这个尴尬的问题。我们是同盟的嘛，现在一切还未开始，大家就内讧了吗？时间不等人呐，齐王那边兴许3、5天之内，兴许1、2天之内就会有所动作。我们现在商议的，难道不是该如何调动自己国家最有力的力量，共同打压大夏朝吗？西秦已经和齐王达成共识，西秦秉着同富贵的原则，不愿意落下各位。如果你们觉得西秦如此做你们不满意，你们自己去找齐王商议。如果齐王还有时间和你们商议的话。北燕三皇子道：大人也太过于激动了，我们只是想要见一见杜尚书，具体商议一下，具体安排如何操作。西秦那位官员就冷声道：杜尚书如果方便，一定会来见各位，可为了京都那边不打草惊蛇，杜尚书必定不能离京。各位如果执意要商议，你们自行安排。很明白，现在大家都在黑狐岭，杜尚书来不了，要见只能你们
进京。至于如何进京，我办不到。如果你们有办法，自己办。今日山林狩猎比赛，大夏朝的苏青应该就再出不来了。齐王那边派了人来，就在今儿白天，我亲自将人送上黑虎岭去埋伏苏青，他必定有去无回。除掉苏青，大夏朝等于断了半根臂膀。齐王需要我们做什么？这次来参加比赛，按照之前我们和定国公的约定，各自都多带了许多随从。这个时候，大家再回国搬兵已然来不及，齐王需要大家的这些随从化整为零，秘密进入京都。明日苏青死讯一传出，这比赛就算是彻底中断。按照规则，参赛队员会被留下进行案件调查，而我们带来的人就没有必要了。我们可以向组委会提出，令带来的人回国。他们在暗中潜入京都？不错，齐王会派人在京都十里铺那里接应，到时候究竟如何做，齐王会安排。说白了，我也只是个传话的，如何操作还是齐王说了算。暗夜中的商议不止这一处，京都的郊外十里铺，齐王一脸凝重的负手立在院中。明日就兴都吗？容嬷嬷的本事我见识过，很厉害。徽帮帮主，他跟了我好多年了，都是厉害的人，应该不会失手吧？你很担心吗？你不担心吗？计划失败了。圣女确定吗？确定。容嬷嬷离开之前，她的血滴在这烛上，她活着，这烛便燃着；她没了气息，这烛也就灭了。容嬷嬷若是死了，想来您麾下那位徽帮帮主也不在了。圣女瞧着齐王凝重的面色，殿下也莫要如此愤怒。他们死了，也算不得是什么不好的事。齐王疑惑地看向他，容嬷嬷对待苏青，必定是用了我苗疆秘术。容嬷嬷召唤王虫的技能是我亲传，那些虫子说都不能将苏青吞噬，只有一个可能，那便是之前我推测的，是事实。齐王大睁眼，苏青体内有你遗失的另一半圣体。圣女点头。当年苗疆惨遭血洗，我养的一只金蝉偷走了苗疆圣体的一部分，化作人形。他偷走的那部分恰好含着苗疆蛊王，不知什么原因，那蛊王在苏青体内，而他偷走的那半圣体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您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圣女摇头，以前一直能感知到，直到上次云王和云王妃在大佛寺出事，圣体就彻底销声匿迹了。我试过很多方法，怎么都无法找到它，就仿佛凭空消失。您为何说容嬷嬷他们没有杀死苏青是好事？蛊王被苏青吞下的时候还不够成熟，不成熟的蛊王一般1年只能发挥1次作用，这一次之后它便会沉寂，所以容嬷嬷用她自己沉寂了蛊王，倒是给我们争取了机会。齐王只觉得匪夷所思，这些苗疆的巫蛊听起来实在是玄妙的很。是圣体厉害还是蛊王厉害？圣体只是用来孕育蛊王，成熟的蛊王会将圣体全部吸收到自身体内，然后它的排泄物渐渐形成新的身体，再次孕育蛊王。苗疆每10年才能出一个蛊王，一个成熟的蛊王需要在圣体内足足养2年。那也就是说，现在苏青体内的蛊王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威胁。基本如此，只要杀了苏青，就能取回蛊王。虽然我这里剩下的半个圣体多，可也够继续养蛊王。什么叫基本？除非苏青能再次吞噬一种叫做阴阳蛊的蛊虫，那种阴阳蛊能克制苏青体内的蛊王，两灼相消。可如果在蛊王被容嬷嬷的王虫唤醒之前，苏青体内就已经有了阴阳蛊，那蛊王就可能吸收了阴阳蛊，可能也可能被阴阳蛊吸收。那怎么办？等见到苏青就知道具体情况了。不管如何，杀了他是必须的。现在执行乙计划。圣女嗯了一声。齐王看了看圣女，转头离开。甲计划由容嬷嬷他们杀了苏青，乙计划绑架苏青的亲人。苏青的亲人，齐王的嘴角泛着色。平阳侯府这边老夫人已经没有了，就算是有，估计苏青也不在乎他的生死。平阳侯苏澈在南梁战场无法绑架王氏，王氏就像是原地失踪一样，一点踪迹都没有，完全找不着人。荣恒住到了大佛寺，天天在大佛寺作画。大佛寺的和尚们并不是好惹，更何况荣恒自己也有暗卫跟着，想要绑架荣恒，除非从长计议，否则短时间根本实施不了。血洗大佛寺他倒是不在乎，就是怕动静闹得太大，他反倒把自己暴露出去，给皇上机会。
心疼你。当初苏阳之所以能和咱们在一起，他是为了救咱们呀，是他劫持了杜米的父亲，咱们才能从十里铺离开。后来孩儿和苏阳朝夕相处，感情早就胜过了手足亲情。孩儿自幼长在宫廷，见惯了人间冷暖，被利用，从小并无亲情环绕，是苏阳让孩儿感觉到兄弟之情。兄弟之情？他报仇夺来的江山是要给荣瑞的，但他绝不能允许江山的主人是龙阳之癖。大夏朝的江山不能有这个耻辱。父王，你就心疼儿子吧，儿子从未对谁这么真心过。以前对武帝也曾有过真情，可您不许。儿臣，武帝是真的把儿臣当大哥，亲大哥。儿臣为了自己算计了他，儿臣已经对不起一个把儿臣当亲大哥的人了。儿臣不愿意再对不起苏阳，掏心掏肺，真情流露。苏阳一直把儿臣当作亲近的大哥，什么话都肯同儿臣说。他今日放糊涂，也是因为他恨苏青。就算不看在儿臣的面子上，看在他恨苏青的面子上，父王就饶了他这一次吧。父王，你就让儿臣做一次哥哥，保护一次弟弟吧。齐王的心头狠狠一软，荣瑞第一次算计五皇子痛苦了多久，他是清楚的。你起来吧，我绑了人来，是为了让他完成我的要求，而不是让他来受凌辱。我要杀苏青不假，可他是无辜的。尽管我不会留他的命，可我也不会要他的清白。儿臣知道，儿臣知道，儿臣一定狠狠地教训苏阳。还有那个棺材铺的掌柜，棺材气孔被堵，并非他故意为之，毫不相干的人，苏阳能一刀杀了，可见这个苏阳并非你该结交之辈。我饶他这一次，不过你们之间也不要再走得那么近了。他不配做你的弟弟。五皇子纯良仁善，他却恶毒卑鄙，你身边不该有这样。大皇子嘴角动了动，终是垂眸不语。起来吧，我留了苏阳的命，只因为他把你当哥哥，但是我的话你记住了，他不配做你的弟弟。宫里，陛下，不好了，杜尚书又回到行馆了，回去了。福公公也很惊讶，杜尚书原本已经走到城门口了，这不知为何被京都的百姓们给围攻了。杜尚书说是要去大佛寺赏枫叶，百姓就说他也要同去，杜尚书没办法，就只能打道回府了。这一届的百姓真是优秀啊！现在杜尚书被堵在行关，出不来了，百姓又去行馆围攻他了。不是围攻，就是单纯的围着，在行馆外边蹲点等着，还说风里雨里他们一定要等到杜尚书一起去看枫叶，表明这大夏朝百姓的热情、好客和殷勤期盼两国和平。殷切盼望两国和平，这不是真的台词吗？陛下，这怎么办？齐王那边等着呢。哎呀，你去告诉京兆尹，让他解决吧。慕容雪怎么不去打猎？他看咱们做什么？是不是打算抢咱们的兔子？他们连兔子都没打够吗？我都打了10几只呢。瞥了慕容雪一眼，兔子捆结实点儿，小心被人偷了。失败者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主子说他们这种人叫路热。路热？为啥叫路热？什么意思啊？就是失败者的意思呗。路热。慕容雪脸色铁青，你在挑衅我吗？苏青可恶，苏青跟前这个随从更可恶。不过最可恶还是那只鸡，一只鸡进了山林，居然没有被野兽吃了。听说大夏朝的那头野猪就是这只鸡打下来的。我对你妈没有兴趣，不过我很好奇，你不是慕容山庄的大小姐吗？怎么会有妈妈？在我们大夏朝，一般碎花楼有，就是俗称老鸨。慕容雪的脸色铁青转黑红，握着手里的剑就朝着福星刺去。福星远不及慕容雪，手里的长鞭一挥，立在一侧的福星直接卷着鞭子朝慕容雪的右手抽去。啪的一下，福星嗖的弹跳起来，鞭子一甩就朝慕容雪抽过去，手里的剑啪嗒落地。听说耍剑之人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剑，剑都落了，你怎么还在继续舞剑呢？苏青，我有好多虫子哦，你要吗？居然会苗疆邪术！你们大夏朝的皇帝最痛恨的就是苗疆。你身为皇室王妃，居然会邪术，你敢用吗？我总说人傻叫多读书，这话肯定还没有传到南梁，不然你怎么这么傻还无知？你